套軍裝過來，我李的本事代表全團給他作揖。為了給新來的政委張六京下套，大本氏聯合算盤幾人使用了激將法。既然他張六京要整頓軍資軍容，還嫌棄大夥一身土匪氣息，那也不能光提要求不幹實事啊。於是大本氏他們便撺掇張六京想辦法去弄一些軍裝。你的意思是讓我給你弄幾套軍裝來？不是弄幾套。政委，他那不是那個意思。你看現在又在造新的，少說一點，幾百套啊！建算盘也太貪了。大本氏连忙插話補充道：“整個9縱軍需處能有個20多套軍裝就很不錯了，幾百套那是痴人說夢了。不過既然幾百套軍裝弄不到，弄來50套還是有可能的。”隨後更是當众承諾，只要誰能弄到，就当面給他作揖表示佩服。大本氏此舉立刻就得到了孫成海他們的贊成，可張六京此時卻一言不發，因為他知道這話是說給他聽的。一直到了晚上，他都若有所思。政委，您真答應人家弄50套军服，這可不能亂答应啊！区連整包棉花都沒有，哪弄那麼些衣裳去啊？张六京哪会不明白这個道理啊？可這話說出去容易收回來難。正當他一籌莫展之際，突然發現自己酷愛的辣椒居然也不見了。很快，這消息便傳到了大本氏的耳中，當即他就反應過來，可能是地瓜熱鬧幾人搗的鬼。原來就在不久前，地瓜熱鬧他們為了整一整張六京，便偷偷溜進了他的房間，偷走了他最愛吃的辣椒。可當大本氏詢問他們時，3人卻還一臉無辜的樣子。指不透啊！辣椒谁偷它？那玩意下不了色儿。告訴你们3個啊，我算过，好不说你们這3头貨，趕緊交出。誰要是藏着不交，讓老子找出來，看我怎麼收拾他！就這樣，沒了辣椒的張六京愣是都便秘3天了，氣得他當即就準備回9縱根據地辭職不幹了。而此時的大本氏也拉着熱鬧他們準備過來給政委道歉，可看着這倆貨的樣子，大本氏實在忍不住了，對着他們就是一腳。我都連長了，你咋還踢我呢？不僅踢你，還要打你呢！熱鬧面對大本氏那是一點脾氣都沒有啊！告訴你們倆啊，待會兒進去給政委磕頭賠罪。憑我啊，就有點破辣椒，都3天不幫忙了，給老子憋3天試試！3人一路往張六京所住的房間方向走，可當他們進來時，卻發現空無一人，這才發現人很可能已經跑了。而此時的張六京果然已經到了9縱司令部，司令員看着他遞交的請調報告，雖然深知他是頭倔驢，可沒想到這麼倔。報告首長，只要能離開獨立團，我願意當營長、當連長，幹什麼都行。此時的司令員知道張六京是在說氣話，可他身為紅一軍團的老底子，延安抗大的畢業生，現在還是個團政委，怎麼能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說不幹就不幹了呢？簡直太胡鬧了！報告首長，獨立團根本就不是一支正規部隊，簡直就是一群土匪。作為一名八路軍的幹部，我無法容忍。眼見張六京越說越離譜，這明擺着是在拿之前他待過的115師跟獨立團做比較，無論是從作戰、訓練，還是從軍資軍容群眾紀律上，都嚴格要求獨立團按115師的標準執行，這哪行啊？不能拿115師和獨立團比，明白嗎？我實在忍受不了，也適應不了他們。是適應不了還是不想適應啊？那抓政治工作，首先就是疏通思想。這幫人連辣椒都偷，偷我肚子，咋通思想？那要是把你當成自己人，誰還偷你的辣椒？回去鋪下繩子，好好給他們打成一片，把新部隊帶成老部隊，別老端一個政委的臭架子。哎，你還真打算讓我踹你走啊？